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骨质疏松属于全身代谢性疾病，常见于老年人，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在上了年纪之后，会非常担心自己会患上骨质疏松，会采取一些方法来预防，但容易进入陷阱。所以在预防骨质疏松之前，先来了解这些误区。什么是骨质疏松？骨质疏松是一种会让骨骼变得非常脆弱的疾病。目前引起骨质疏松的原因有很多，缺钙就是其中的一种。一旦存在骨质疏松，骨骼内部就会比较脆弱，骨头的力量以及质量都会被削弱，在出现意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骨折。骨质疏松在医学上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，早期的时候由于症状不明显，所以不好发现，但过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引发一些腰酸背疼以及其他的骨骼症状。身为子女，最怕父母的健康出问题，那么就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正确的预防骨质疏松。关于骨质疏松的3大误区，不要踩坑了。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的比较多，和年轻人没有什么关系。由于骨质疏松是上了年龄后骨密度下降导致的，所以大部分人认为这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问题，年轻人并没有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却不知目前很多的年轻人因为长时间的久坐以及饮食结构不均衡，导致骨骼的质量和骨密度大幅度的下降，生活中经常会见到出现骨质疏松的年轻人，所以年轻人对于骨质疏松不要小觑，要重视。多喝骨头汤能够防止骨质疏松。生活中很多人都会用猪骨头炖汤补钙，认为骨头中所含的钙质比较高，能够强健骨骼，也认为能够帮助防止骨质疏松。殊不知骨头里面溶解了大量的脂肪，不仅油腻，长时间的饮用还会导致嘌呤过高，引发高尿酸，而且骨头中所含的钙比较低，不容易被身体吸收。骨质疏松的人要少活动才能够防止骨折发生。由于骨质疏松容易导致骨折，所以很多老人认为自己要少活动才不会导致骨折，但其实身体缺乏运动会让骨流量丢失越快，让骨质疏松的现象越严重，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在日常要保持运动，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，反而能够降低骨折的几率。当然这个运动也是要讲究科学的，一般骨质疏松都是中老年人，中老年人不适合比较剧烈或者是幅度很大的运动，像慢慢的散步，适当的游泳，做一下拉伸，这些运动都是有助于预防或者是治疗骨质疏松。骨质疏松的患者，由于骨质疏松可能会比正常人更容易遭受骨折，那么要做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做好运动的防护，例如老人家穿的鞋底要有一定的防滑功能，而且要告诉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。总的来说，做好防护能够起到避免摔伤或者是一些外伤造成的骨折。哪些因素会诱发骨质疏松症？年龄。一般35岁左右骨密度达到顶峰，35岁后骨溶解速度加快，骨质逐渐的减少，特别是55岁后骨质流失速度就会加快，久而久之就会生成骨质疏松症。物理因素。骨峰值高低跟物理因素息息相关，包括运动量、接受的阳光照射时间、肌肉发达程度和体重以及机械性的应力等。运动量不足、缺乏日光照射等都是引发骨质疏松的高危因素。激素原因。卵巢切除后、绝经后，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不足，骨吸收量增加，肠道吸收钙的含量减少，
从而加快骨质疏松发展。长时间服用糖皮质激素和抗凝剂药物等，可影响机体吸收钙和维生素 B12， 促进钙跟随尿液排出，使得骨量流失，从而引起骨质疏松。4. 体内缺乏营养，一天钙摄入量不足600毫克，体内缺乏维生素 D， 蛋白质含量过高会产生太多的酸性物质，尿钙排泄量增加，从而诱发骨质疏松。5. 其他因素，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和自身免疫性疾病，长时间的卧床，肝肾功能不全和糖尿病等患骨质疏松的风险较高。不节制的喝酒、喝浓茶以及浓咖啡、吸烟等都可以增加尿钙排泄，从而诱发骨质疏松。4.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，保护骨骼？1.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和钙。体内缺乏钙时，骨骼中钙释放到血液中，维持血液中的钙含量，降低骨密度，从而造成骨质疏松。因此，应该多吃高钙食物。建议中老年人常吃3种高钙菜，骨骼强健，身体棒。1. 黄豆芽。黄豆芽含钙量高，因为它是用黄豆发成的豆芽。黄豆芽富含蛋白质、钙质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，它的蛋白质利用率较黄豆要提高 10% 左右。黄豆中的植酸含量很高，不利钙的吸收，而黄豆芽去掉了黄豆中的植酸。同时，黄豆中本不含有的还原性维生素 C 含量大大的增加，可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妨多吃一些黄豆芽。2. 紫菜。紫菜含钙量高，还富含蛋白质，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多用紫菜做汤，还可以用它炒鸡蛋做馅料，都很好吃，不妨试试看。3. 黑木耳。黑木耳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用菌，黑木耳中的蛋白质含量和肉类相媲美，维生素 B2 的含量更是肉类、大白菜、米面的4到10倍，而且补钙的能力也不错。每100克的黑木耳中就有247毫克的钙含量，建议中老年人在平日的饮食中可以添食一些黑木耳。2. 多晒太阳。日照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途径，也不用花钱，实用而且实惠。建议每天至少接受20分钟左右的日光照射，并让身体 15% 的皮肤暴露在阳光下，就能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。3. 适度运动。适度运动能够维持骨量，延缓骨质流失的速度。年轻者可以选择高强度的运动，如跳绳、慢跑，能够增强骨密度。老年人可以选择快步走、游泳或练太极拳等。已经有骨折风险的患者不能用力搬重物，也不能跳跃和脊椎前弯。骨质疏松在日常是可以预防的。想要避免骨质疏松带来的骨骼疾病，对于这些误区要了解，同时采取正确科学的方法来强健骨骼，提高骨密度。对于骨质疏松，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要重视，才能够保证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